那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说啊，不用吃午饭，一直工作。那你真是个黑心老板，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Come on！大家好，这里是说中文播客，我是大鹏。当然，我是华东。当然也少不了你啦，华东。我们上次的话题是人在他乡，对吧？对。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这个话题。不过我想华东你可以先为没有听过上次节目的朋友解释一下人在他乡是什么意思吗？好，人在他乡就是一个人住在不是自己的国家。比如说大鹏是一个中国人，可是现在他不在中国，他现在在韩国。对，非常正确，加10分。谢谢老师。上周我为大家分享了在韩国和中国骑自行车有什么不一样。华东呢说了说中国和美国不同的酒文化。对。对吧？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上一期的播客，那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啦，因为大家都说那期节目很有意思，特别是华东十分搞笑，十分幽默。我也特别喜欢了。华东你知道吗？我妈特别喜欢你，她已经变成你的，真的吗？对，她已经变成你的粉丝了。那个她还说，华东这个小伙子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但是说话咋有点不像中国人呢？说话还有对，还有一点不行的。没有啦，我跟他说，华东是个美国人嘛，然后他说，那这个老外挺有意思，不错不错。那华东，那个你要对你的粉丝说些什么吗？就这样吧。大鹏跟我说你是我的粉丝，他说你表扬我，我就开心了。对。好啦，请你继续关注，好吧？对。嗯，继续关注我。行，好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今天不如就由你先来开始，怎么样？好。嗯，那一个人去别的国家的话，不一样的就是菜、吃饭。饮食。对，饮食。因为我从美国飞到中国以后，我吃的菜完全不一样。哦，饮食完全不同，对吧？对，饮食完全不同。对。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因为我不是一个挑食的人，我什么都吃，所以那很好。那很好。对，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习惯。但是我跟你说，我去中国之前是一个比较胖的人。哦，真的吗真的。我100多公斤。？100多公斤，你确定对，吗？我确定100左右公斤。在中国1年后，我瘦到了75公斤。你是怎么做到的？快告诉我们的听众，你是怎么减肥的？我觉得如果我给他们建议，可能不是很有，因为我不是很努力的减肥。就是生活的习惯有一点改变了。对，就是因为我在中国没有车，我应该去哪我都应该走路。哦，运动的更多了。对，运动了更多。然后我吃的菜可能就不一样了。吃的菜的种类不一样，对吧？对，这个可能也有影响。那在中国，你告诉我们几个你最喜欢吃的中国菜好了。
我喜欢吃包子呀、饺子，包子、饺子，那你真是个山东人哎。对，还有嗯，巴斯苹果，巴斯苹果、还有什么？还有麻团。麻团儿，哎，有一个偏见就是美国只有快餐，只有汉堡啊，只有对了对了，热狗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有比较好的菜，有比较传统的菜，家常菜。嗯，但是最方便，然后最便宜的菜就是这什么种快 快餐？快餐，对，最嗯便宜的就是快餐。嗯所以如果一个人比较懒，就嗯，会吃这种快餐。但是在中国的话，快餐不是最便宜的菜。对呀，反而会更贵一些，我觉得。对，如果我在中国好像从来，我可能一次两次吃快餐，我嗯，吃的很少了。吃的很少了。对，然后在街道上有很多人啊卖东西，对对对，你可以吃路边的菜。路边摊。对，路边摊，嗯，但是这里没有很多路边摊。对了对了，中国是因为这样嘛，中国的小吃文化还是比较流行的，人们也比较嗯喜欢吃小吃，还有吃路边摊，所以路边摊的种类也比较多，然嗯，后价格也比较便宜。对，让我觉得也很划算，因为我自己买菜，在家里做菜，在中国可能，如果我是一个人住的，可能很难很麻烦，因为我自己买蔬菜，如果嗯，我不用就会坏掉了，我不对呀，能吃了以后。但是路边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路边摊比较划算，比较我划算。觉得。哎，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在韩国这边嘛，嗯做一顿饭的话，需要买菜，需要嗯做饭，吃完饭以后还要洗碗，嗯，对不对？一顿饭吃下来的话，可能要2个小时吧。对，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吃，就是如嗯，果我是给大家吃，可能还会觉好一些。得还可以，但是我是给一个人，给我自己一个对对对，人吃，也我可以理解你不了，值得。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对，哎，那我其实很好奇，你刚才说，可能东方人会对美国的饮食有一些误会，有一些偏见，他们认为嗯美国只有汉堡包比较流嗯行，人们都嗯吃薯条，都喝可乐，哎，当然是嗯很流行了。不过你刚嗯才说到，除了这些，还有其他很多中国人嗯不知道的美国很传统的饮嗯，食，你可以给我们对，说一两个吗？我们下次说吧，还是以后说？没想到华东已经学会卖关子了，大家要给他一个差评，好吧？还有什那么吗？饮食？我说够了，那你来吧。哎，你不应该说够了，你应该说的差不多了。说够了的意思是我不想再说了，好不好？好，我说的差不多了，你来吧。好，我们下次再见。嗯，开玩笑了。那其实今天我想分享的一件事情呢，是关于午餐，关于在韩国和中国不同的午餐的时间和吃午餐的习惯。嗯华东，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嗯有在中国工作是吧？有，嗯，那当时你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你的午餐时间大概有多久呢？多长时间呢？就是中午左右，就是11点左右。嗯，其实在中国呀，所有的学校还有大多数公司都会给职工们2到3个小时的时间去吃午饭，还有嗯去休息。嗯
对，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呢，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的时间大概是在11:45，嗯下午第一节课开课的时候呢，大概是在2点半左右，所以嗯，我就有大概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吃午饭，还有去休息。我在中国上班的时候，嗯，也有1个半2个小时左右就午餐的时间，然后对对对，我有很多同事喜欢快去吃饭，然后嗯。回到办公室睡觉。就是吃的越快，睡觉越多。对，可以睡觉的时间越多，对不对？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呢，我通常都是上午下课以后呢，就跑回家吃饭，然嗯后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嗯还有就是吃完饭以后我会睡一觉，起床以后我会再骑上自行车回学校上课。但是在韩国的话，这一点就和中国非常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学生们大概只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嗯所以就是说，当然没有办法回家吃饭啦。学生们会在学校的食堂，或者是自己把饭带到学校来吃。嗯吃过午餐以后呢，当然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10分钟、嗯20分钟这个样子。在美国怎么样，华东？嗯，应该是跟韩国比较像，相似，对就是吧？相似，对，应该1个小时最多。最多1个小时，那你是不是比较羡慕中国的学生？对，可以吃午餐，然后去睡觉。对呀，好，那说过了学生，然后再来说一说上班的人们吧。嗯很多中国的公司呢，都会最少给2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嗯人们就是除了吃午餐和睡午觉以外呢，我的一些朋友还会利用这个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嗯去咖啡厅喝咖啡，和嗯朋友聊天儿、逛街，或者去书店看书什么的。总嗯之就是在午餐的时间呢比较充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嗯呃，在美国怎么样？嗯，一午个小时？餐，对，1个小时不够去看电影啊、逛街啊，就没有，就吃饭、看手机。看手机，哎，着着急去吃饭，哎，这个和韩国很像，哎，差不多了。几乎所有的韩国公司呢，只提供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所以午餐过后，大家最多就是趴在自己的桌子上休息10分钟、20分钟。那下班的时间一样吗？其实我觉得下班的时间差不多了，有的公司5点，有的公司6点。嗯，所以其实，在韩国工作时间更多。更多，对，更嗯长。因为我就是习惯了在中国睡午觉嘛，嗯所以刚到韩国公司的时候，我觉得韩国的这个习惯让我非常不习惯。嗯因为如果不睡午觉的话，下午我总是觉得打不起精神来。嗯华东，那你有睡午觉的习惯吗？没有。那你下午不会犯困吗？嗯，我偶尔会，但是没办法。没办，那你犯困的时候会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就困了吧。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喝咖啡对你有效果吗？嗯，没有，我喝咖啡，没有发现什么好的影响。好了好了，那我们就求助一下我们的听众吧。如果大家知道有什么在犯困的时候可以不让自己困的好办法，那马上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你华东，好吧？好。其实我发现了，就是在美国和韩国真的有很多东西都很相似，比如上次我们说的自行车的文化，对，还有今天的吃午餐的文化时间，对不对？可能你来美国的话，会觉得哦，这就是韩国。哦，我是这韩国。
可能我去到了那个 Korean Town 对吧？对了，华东，你知道在韩国最让上班族们头疼的事儿是什么吗？是什么？那就是去银行。为什么呀？我说的去银行呢，是指去银行的窗口办理业务，不是去自动提款机。在韩国呢，就是因为上班族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不得不请假以后再去银行办事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公司不让？不是啦，就是因为午餐时间太短嘛。为了去银行办事儿，然后大家要请半天假，这样我想一想，真的是很不划算，因为白白浪费了半天的假期嘛，对吧？对那我想一定有人会问了，那周末去银行不就可以了吗？关门了。对呀，因为在韩国，在周末银行是不开门的呀，只有周一到周五才可以去。韩国银行开门的时间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但是就是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相同的时间也是其他人上班的时间嘛。对。所以想去银行办事的话，大家就很头疼了，必须得请假去。可能你又在想，午餐时间去不就可以了吗？他们也有午餐。对，银行的职员也是要去吃午餐的，但是呢，银行中午不会关门，所以会留下少数的几名职员在那里值班。但是也很难了，因为怎么讲，首先要放弃吃午餐才可以去银行，而且在吃午餐的时间呢，去银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吧？大家都在那个时间去嘛，可能你等上1-2个小时都轮不到自己，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先请假，然后再去银行办事儿。虽然韩国是这样嘛，但是中国就不同啦，大家可以利用午餐时间去银行办事儿，因为有2个多小时的午餐时间嘛，时间一定是够的。也不会因为去银行浪费自己的假日，我觉得很好，很方便。对，很方便，很好。那华东，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呀，午餐时间多久比较合理呢？几个小时比较好？合理我不说，但是更多更好，我觉得。我的前提条件是你是老板。那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说不用吃午饭，一直工作。那你真是个黑心老板，好不好？我其实觉得吧，2个小时就好了。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也会给至少2个小时的午餐时间。那3个小时呢？也不是更好吗？最多3个小时，最少2个小时。只有大家中午休息好以后，下午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才会提高。要不然犯困的话，那怎么可以工作呢？对吧？对，其实如果员工不开心，然后困了，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很好的工作。对，我们可以当好老板了。对，还有一次，我和我的韩国的朋友们说，你知道吗？在中国有2-3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们说，真的吗？他们一听都觉得非常羡慕。我就跟他们说呀，你们不用羡慕啦，你们到中国找一份工作就可以了嘛。对。然后他们就想了想说，还是留在韩国吧，因为韩国的工资要高很多。对。好啦，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吧，下期我们继续人在他乡的故事，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我们聊的也很开心嘛，对吧？希望正在收听的你也能来到我们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你人在他乡的故事。拜拜。做广告，说中文播客做了1年多了，我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如果你愿意资助我的话，那就太好了。请登录一个叫 Patreon 的网站 patreon.com/大鹏 patreon.com/DAPENG
我已经把链接丢在说明栏里了，快去看看吧。记得留下联系方式，让我好好谢谢你。